乌军正在清理黑海，击沉俄军凯撒库尼科夫号登陆舰。黑海舰队1个月内被炸了2次，损失2艘主力水面舰艇。如果北约援乌反舰导弹，并且与 F-16配合，黑海舰队的损失只会更大。那么问题来了，凯撒库尼科夫号是怎么被击沉的？ F-16 入乌后是否能有空射反舰导弹入场？美欧的反舰实力又是如何？2月14日，俄军凯撒库尼科夫号在克里米亚以南阿卢普卡附近被乌军无人艇击沉。按照战区网站的报道，一共有5艘无人艇击中了登陆舰。为了配合无人艇，乌军还特意使用6架无人机，不过都被俄防空系统击落。俄罗斯国防部还是老样子，保持沉默，主打一个自欺欺人，只要自己不承认，黑海舰队就没有任何损失。不过这次俄罗斯沉默也没有用，多家俄罗斯频道证实，乌军无人艇在北约无人侦察机的支援下完成了这次攻击行动。同时，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也公布了相关视频。那么，乌军无人艇是如何击沉凯撒库尼科夫号的？这次的袭击与2月初的伊万诺维茨号遇袭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由乌克兰情报总局第13特种部队策划实施，同样是出动马古尔 V5 自杀式无人艇，凯撒库尼科夫号也想拦截，却又无可奈何。袭击伊万诺维茨号的时候，乌军无人艇击中了6次，这次是击中5次。值得一提的是，从公布的视频来看，乌军无人艇击中凯撒库尼科夫号之后，登陆舰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上层建筑着火。从这个爆炸规模来看，凯撒库尼科夫号遇袭时，上面大概是装载弹药了。当然，只是大概。现在的凯撒库尼科夫号已经成为海底舰队的一员，我们也无法考证。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乌军正在一步步清理黑海，主角就是马古尔 V5， 接连2次的袭击都是马古尔 V5 的战果，可见该型无人艇的性能。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外形设计符合流体动力学，机动性与隐身性能都不错。马古尔 V5 的巡航速度22节，最大速度42节，超越目前在黑海地区的任何船只。同时因为体积较小，很难被侦测到。巧的是，黑海舰队舰船的自卫火力也不行，就比如凯撒库尼科夫号，除了4具 SAN 5型防空导弹外，就剩2座 AK-257 舰炮。这款舰炮缺乏现代化观瞄装置，在面对隐蔽性、航速都比较高的乌军自杀式无人艇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这就导致黑海舰队的军舰频繁被击沉。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国防部虽然保持沉默，但还是组织了救援活动。黎明时分，在凯撒库尼科夫号被击沉的现场，有大量的直升机执行搜救任务，并且还有1艘救援船。至于救援的结果，火力军就不得而知了。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凯撒库尼科夫号第一次遇袭了。早在2022年，乌军使用原点导弹击沉黑海舰队的萨拉托夫号时，停在旁边的凯撒库尼科夫号也被击伤了。不过这个时候的伤势不算太严重，在修复后重返黑海舰队，只是没想到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乌军在2023年12月摧毁的新切尔卡斯克号也是如此，在2022年逃脱之后又被击沉。同时，凯撒库尼科夫号已经是黑海舰队损失的第4艘蟾蜍级登陆舰，也就是775工程大型登陆舰项目。2023年8月，奥列涅格尔斯克矿工号严重受损。2023年9月，明斯克号损坏，几乎无法修复。2023年12月，新切尔卡斯克号被击沉，然后就是这一次，2024年2月，凯撒库尼科夫号被击沉。而根据乌军的说法，目前已经摧毁了黑海舰队1/3的舰艇，具体为24艘战舰和1艘潜艇。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凯撒库尼科夫号已经是第25艘被击沉或击毁的俄罗斯战舰。黑海舰队家底已经没剩多少了。而就目前北约援乌的情况来说，援助反舰导弹一旦增多，黑海舰队的处境将更加难受。这就有一个问题了，美国和欧洲这边的岸基反舰实力如何呢？论美欧反舰导弹，飞鱼算是比较老的，也是最有可能援乌的。
早在2022年，法国就曾考虑过援乌岸基版飞鱼，只是最终后续如何也是未知。不过就性能来说，飞鱼完全是足够的。飞鱼是世界上第一款亚音速反舰导弹，招牌技能就是亚音速低空飞行，可以在5到15米的高度飞行，到最后10公里再打开雷达捕捉目标，高度则是下降到2到3米，处于敌方雷达的盲区之外。战斗部就相对有点轻，165公斤，但威力足够。飞鱼导弹的设计目标就是一种轻型反舰导弹，目标是瘫痪一般大小的舰艇，而不是击沉。如果战斗部的重量太大，就会导致小型舰艇无法携带。而且飞鱼的飞行速度达到了 0.9 马赫，击中目标带来的毁伤效果已经足够。如果导弹是最大射程以内撞击目标，剩余的火箭燃料还能引发额外的破坏。射程方面则稍微有些拉胯，飞鱼导弹是固体火箭发动机，而不是涡轮发动机，所以射程比较短。第一代飞鱼导弹的射程只有40公里，改进后也不过70公里。但是更换动力之后，新的岸基版飞鱼，也就是飞鱼 MM40 Block 3，最大射程超过180公里，并且改良了巡标器、激光陀螺仪、惯性制导系统等等，可以使用欧洲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综合性能提升了不少，单发命中率 95%。 战绩也很耀眼，说飞鱼必提谢菲尔德。马岛战争期间，阿根廷海军使用飞鱼 AM39 空舰导弹击沉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以及大西洋者号运输舰，还使用了飞鱼 MM38 重创格拉莫根号驱逐舰。不过如果问飞鱼导弹对乌军有没有什么帮助，火力军也只能说聊胜于无。乌军目前已经有鱼叉和自研的海王星，完全不需要老旧的飞鱼导弹。如果法国愿意提供最新批次的飞鱼，那就另说。对乌克兰而言，最大射程超过180公里的飞鱼可以与自家的海王星与鱼叉形成补充。年龄比较大的反舰导弹还有 AGM-119 企鹅。企鹅导弹是挪威设计的，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美国和澳大利亚采用。与飞鱼一样，舰射、空射和岸基型号都有，但是对乌克兰而言用处很小，这东西的射程太短了，速度 0.9 马赫，射程55公里左右。最大的优势就是威力，企鹅导弹重370公斤，但是战斗部的重量达到了140公斤，在命中敌方舰船后，可以在延迟引信的控制下在船体内部引爆。企鹅这一类的远程导弹因为射程比较近，动力系统和制导系统都比较轻，战斗部重量比相当高，可达权重的1半左右。比如俄制 KH-29 导弹重680公斤，战斗部重达320公斤。但是对于当前的乌克兰而言，射程太短也就意味着作用不大。在无人艇的袭击下，黑海舰队的军舰已经跑了，根本不敢靠近乌克兰海岸50公里附近。当然了，在反舰这方面，鱼叉是绝对跑不了的。作为1977年就已经在美国海军服役的元老，生命力十分的顽强，型号也发展了不少，空射型、舰载、岸基和潜射都有。丹麦与美国在2022年就已经援乌岸基鱼叉，鱼叉导弹最初的射程只有120公里，但1998年的时候，鱼叉 Block 2型问世，也就是岸基鱼叉的型号，集成了很多美国其他先进导弹的功能，比如波音 JDAM 的低成本惯性测量单元、SLAM-ER 导弹的任务计算机、组合导航系统等等，具备了反舰和对地多种攻击能力。更重要的是，保持了鱼叉基本型的发射控制系统兼容。威力方面也不错，发射重量690公斤，配备了一个221公斤的半穿甲战斗部，单枚导弹就可以使一艘3000吨级的护卫舰丧失战斗力，让5000吨级的驱逐舰遭到重创。速度为高亚音速 0.9 马赫，标准射程为220公里，增程型超过278公里，揍黑海舰队的战舰是完全足够了。不过对于乌克兰而言，最好的还是 NSM 导弹，还是挪威研发的，尺寸比鱼叉更小，但性能确实更好。而且挪威的康斯伯格还与雷神合作，2021年就获得美国海军采购合同。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将 NSM 导弹与远征舰拦截系统集成，并将其列装到 LCS 滨海战斗舰以及最新的 FFG-62 星座级护卫舰上。NSM 导弹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制导方式，中段制导是 GPS、INS 和地形匹配，
末端则是红外，抗干扰能力很强，并且具有自动目标识别技术与可编程的末端机动能力，加上亚音速与隐身设计，不容易被近防武器拦截。第二个特点就是动力，固体助推火箭和涡轮喷气发动机组合，基础版 NSM 的最大射程为185公里，改进型的最大射程达到了555公里。凭借出色的性能 ，NSM 导弹的用户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加拿大、德国等，而丹麦、波兰则是选择将 NSM 导弹做成岸基反舰导弹使用。一般情况下，一辆发射车可以搭载4枚 NSM， 用户多，性能好，看上去很适合援乌，但实际上很困难。在欧洲这边 ，NSM 导弹是要取代鱼叉的。就比如英国已经选择使用 NSM 全面取代鱼叉，成为英国海军新一代反舰导弹。而且除了45型驱逐舰和23型护卫舰，26型护卫舰也是如此。还有荷兰海军也是打算为7省级与 ASW 反舰护卫舰配备 NSM。说白了，在欧洲那边 NSM 导弹自己都不够用，就算是援乌，数量也不会很多。之前就有消息说美国和波兰拟援乌 NSM， 但是到底有没有进入乌克兰，只能说不知道。当然了，瑞典的 RBS-15 也是欧洲反舰的中坚力量，其中 RBS-15F 是空舰， RBS-15G 为岸舰，重点是岸基版本，每辆发射车可以装载4枚，最大射程150公里，对于瑞典来说已经够用了。其作战区域可以覆盖大半个波罗的海，可以用于封锁卡特加特海峡。与空舰版本的导弹相比，弹体两侧增加了2台固体火箭助推器，其他与 RBS-15F 导弹相同。除此之外，还有欧洲导弹集团公司的产品。作为欧洲的主要导弹武器生产商，可以说其生产了大部分欧洲国家使用的导弹武器系统。除了大家熟悉的金牛座、风暴阴影，还有奥托马特和 MART。奥托马特是欧洲这边第一种操作员可以远程控制飞行弹道的远程反舰导弹，自1971年以来进行了多次升级，目前最新的改型就是奥托马特 MK2 Block 4，还有 MK1 与 MK3， 最主要的是也有岸基版本，射程160到180公里，飞行速度依旧是亚音速，只是购买奥托马特岸基版本的国家不多，援乌的可能性不大。至于 MART 依旧是作用不大。在2021年11月 MBDA 完成了 MART-ER 的第3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定型试验，已经具备交付条件，首批弹药则是交付卡塔尔。作为新一代 MCDS 岸防系统的一部分， MART-ER 同样是多平台发射，岸基、舰载、空射都可以，只是无论是威力还是射程都不太能满足乌军的作战需求。战斗部70公斤，有效射程超过100公里，只能说中规中矩。值得一提的是，在波罗的海地区，欧洲的反舰实力挺强的，封锁波罗的海舰队不是说说而已。爱沙尼亚与芬兰联手，将现役的反舰导弹系统进行整合，由以色列和新加坡联合研制的蓝毛岸基反舰导弹，最大射程300公里，还有瑞典的 RBS-15， 芬兰则是将其重新命名为 MTO-85M 岸基反舰导弹，最大射程200公里。二者足以将俄罗斯军舰挡在芬兰湾门外。芬兰与爱沙尼亚隔波罗的海南北相望，海域最窄距离约52公里，最宽处也只有120公里。两国现役的岸舰导弹已经可以封锁波罗的海，使其成为北约的内海，彻底将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困死在加里宁格勒。而且说到反舰导弹，火力军就有一个想法， F-16 入乌后是否能有空射反舰导弹入场呢？在北约刚爆出要援乌 F-16 的时候，火力军就已经分析过 F-16 对乌军有什么作用，像什么远程打击俄阵地、掩护已经地面部队推进等等，火力军都提到过。只是实际上对于乌克兰而言， F-16 能起到什么作用，主要取决于其携带的武器。而 F-16 是多用途，对地、对海、对空都可以，并且有9个挂载点，只要武器够，别说打击黑海舰队，拿下克里米亚都不是一句空话。同时，就北约援乌的武器来看， F-16 入乌后大概率会有空射反舰导弹入场，但数量大概不会很多。乌军的远程打击武器不多，比如风暴阴影与斯卡普 EG， 在使用时大多都是袭击地面目标，
反舰的次数屈指可数。乌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丹麦和美国就向乌克兰提供了岸基鱼叉。等到 F-16 入乌后，空射型鱼叉大概率也会来，还有 NSM、飞鱼、RBS-15 等导弹的空射版本。就库存来说，欧洲各国都有不少。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乌克兰来说 ，F-16 空射反舰导弹打击黑海舰队只能说是锦上添花。乌军过去2年的情况已经证明，打击黑海舰队无人艇已经足够了，不仅便宜还好用，就算是被拦截也无所谓。至于空射反舰导弹，战机的安全性有保证，威力也是足够的，黑海舰队也没办法拦截那些低空飞行的反舰导弹，比如莫斯科号。没错，火力军又出来鞭尸了。当初击毁莫斯科号时，乌军大概是利用 TB2 无人机吸引莫斯科号的注意力，同时发射2枚海王星反舰导弹低空突防，最后击中了莫斯科号左舷。这足以证明莫斯科号在防空方面的薄弱。光荣级巡防舰的近防系统主要由2部分组成，较远的目标由2部黄蜂 M 负责，只是这种导弹使用升降式双臂发射架，反应速度慢，对抗多目标能力差。较近的目标交给8座 AK-630M 近防炮负责，防导弹基本没戏。说实话，拦截亚音速反舰导弹并不难，但是从发现到实施拦截，需要有现代化的指挥控制体系，要有适合拦截低空目标的导弹。只是很可惜，当前的黑海舰队严重缺乏具备中远程防空能力的防空舰，就比如最近被乌军击沉的凯撒库尼科夫号，其舰载武器为2门 AK-725 加农炮，2套30连冰雹火箭弹发射器，防空导弹则是2座 SAN-5 防空导弹，也就是4连装的针式，拦一下无人机或许还有可能。有意思的是，莫斯科号被击沉之后，俄罗斯就直接在2216型护卫舰上安装了一套陆基道尔防空系统。只是道尔导弹不是为拦截反舰导弹设计的，其配备的雷达对反舰导弹的预警距离很短，而且展开战斗需要3分钟左右。任何一个原因都会让道尔没法发挥作用。就比如2022年6月的蛇岛争夺战，黑海舰队的一艘1650吨的军用拖船瓦西里贝克号在运送弹药武器时，被2枚鱼叉反舰导弹命中，2枚导弹以10秒钟的间隔全部命中这艘拖轮。俄军也意识到鱼叉的威胁，在军用拖船上部署有道尔防空系统车，但就是拦不住。所以就实际情况来说，如果乌军使用 F-16 空射反舰导弹，黑海舰队的军舰大概会沉得更快。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北约援乌反舰导弹的话，也就意味着乌军可以使用更多的巡航导弹袭击俄军的大后方，比如克里米亚的军用基地，这点各位不用怀疑。2023年黑海舰队司令部遇袭，以及今年的贝尔贝克空军基地被炸，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从2023年8月开始，乌军就已经打掉了俄军部署在黑海西部钻井平台上的多部对海对空警戒雷达，这就导致俄军在克里米亚与黑海方向上的防空预警距离缩短了150公里。至于 A50 预警机，火力军就笑笑不说话。至于援乌反舰导弹的数量，大概率不会很多，一个是库存问题，另一个就是无人艇。乌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就算是没有反舰导弹，没有大型军舰，也能保卫自家海域。最近接连2次的袭击都是 Magura V5 无人艇的战果。而且有意思的是，就用法来看，美欧的无人艇还不如乌克兰玩的花。在无人艇这方面，美国占据技术发展的制高点。在作战方面，美军认为无人艇反潜才是重点，比如海上猎人可以携带无人潜航器，比较有名的还有斯巴达侦察无人艇、水虎鱼无人艇、舰队级无人作战艇，甚至还提出了海上列车计划。不过美军无人艇最强的还是幽灵舰队，目前最新的无人舰艇先锋号已经正式下水，2023年9月首度自主跨越太平洋，抵达日本横须贺港的4艘美军无人舰也完成了综合作战科目评测，任务总航程86398公里，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主航行。德法英的无人艇也不错，不过作战方向不太一样。其中英国海军无人艇款型比较少，而且受限于海军规模和任务，作战任务主要是近海监视，就比如 Pacific 950无人武装快艇。2020年7月，
英国 BAE 公司就宣布成功研制 Pacific 950，其可以自主驾驶10天，能够以45节的速度追击目标，最大航程可达555公里，并且安装了多种监察监视设备。武器方面，则是一挺 12.7 毫米机枪，可以执行从监察监视到引导攻击多个阶段的任务。更有意思的是，该艇所搭载的智能设备可以根据战场环境进行自主定位，能够在复杂海况环境中做出决策。不过因为机器人自主攻击系统还不够完善，艇上机枪的开火权依旧需要人工控制。除此之外，英国还有卫兵、黑鱼等等，其中卫兵最为典型，由康奈蒂克公司研制，采用先进的隐形设计和喷水推进技术，航速可达50节。至于德国，火力军只能说很可惜，早在100多年前，德意志帝国海军就意识到无人艇可以用于海军作战。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在1870年就研发了一种有线遥控的爆炸运输船，而且在1960年左右，德国还投入了海象与海牛1无人艇，用于试验远程作战的可能性，并且在1981年时，海豹无人艇就已经服役。3艘无人艇加上1艘林道级扫雷舰改装的控制平台，组成了特洛伊卡系统。从那以后，德国海军积累了多年的作战经验，包括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 MCM 任务。后来德国还推出了 MJ2000 项目，利用无人艇执行猎雷任务。项目在2005年就也已经圆满完成。可惜的是，因为缺乏预算资金，后续并没有继续进行。所以目前德国无人艇的规模较小，种类也不多。至于作战方向，则是利用无人艇执行侦察和对点攻击。目前德国主要在研的无人艇型号就是哨兵和近岸攻击无人艇，前者更为突出。哨兵无人艇采用模块化结构，隐形能力和抗沉性能，艇上装有声呐或雷达，另有光电传感器、化学传感器模块可供选用，目前已投入海试。至于法国在无人艇方面的研究以及作战使用均起步较晚，而法国无人艇在作战方面主要是保障战场环境，主要型号有检察员 MK1、罗德尔、FDS3 和巴希尔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FDS3 无人猎雷艇，航速不快12节，续航力也只有20个小时，通过舰载天线实施遥控，利用全球定位系统按预定航线自主航行，曾参加过航道清扫、港口搜索等行动，只是还没有具备反潜作战的能力。当然了，欧洲这边的装备大多都是合作开发，无人艇也不例外。根据美国防务邮报的报道，目前由爱沙尼亚国防投资中心牵头，来自欧洲10个国家的23家企业正联合开展欧洲卫士项目，目的就是为欧洲多国海军开发出一款配备远程控制系统的模块化水面无人作战舰艇。该项目最早于2021年开始筹备，共分为3个阶段，研发周期4年，预计在2027年年底前完成水面无人作战平台的基础架构与原型试验，使其初步具备自主导航、远程控制、障碍物规避和威胁监测能力，并完成自动驾驶系统测试。总的来说，在无人艇这方面，美国起步较早，研究体制相对完备，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也在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相关研究。不过真正有实战经验的还是乌克兰，无人艇实力在国际上也能排上号。黑海舰队的没落就是最好的证据。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F-16 入乌后，北约会援乌空射反舰导弹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